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17号，礼拜天。咱们今天就简短的聊两个新闻啊，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各位朋友什么高见或者是问题呢，都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呢，还是会优先的讨论。今天呢，先说这个两个 fake news 哈，就是假新闻。第一个新闻呢，从内容上来说并不假，就是中共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呢，他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在上海，在这个香港创立了一个叫《中国评论》的月刊。2005年的时候，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个叫做中评社这么一个机构。汪道涵呢是曾经做过上海市委书记，他是江泽民的前任啊，所以很多人把汪道涵呢称为是中国的国师，是因为当时江泽民当政的时候，就把汪道涵呢称为江泽民的老师。后来这个汪道涵因为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嘛，所以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和这个台湾方面的海基会呢接触之后呢，就是双方就达成了一个所谓的92共识。其实92共识只是一种宣传啊，并没有真正的达成任何的共识。所以汪道涵因为92共识也是变得非常的有名，当时这个叫汪辜会谈嘛。那这个中评社呢是汪道涵创立的，所以背景上来看呢，当然就是亲共的。但是呢，在3月17号的深夜却突然刊出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习近平呢提出了4点批判。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搞垮了国家的财政。第二呢，是外资加速撤离，失业浪潮蔓延。第三个呢，是股市雪崩下跌，亡国征兆出现。第四呢，是建商接连暴雷，烂尾房产遍地。那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内容的话，知道不是李强原来的那个报告的版本，这是别人伪造的。那后来呢，就有一个黑客组织，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黑客组织叫 Anonymous 64啊，就是一个叫匿名64，他呢就说这是他们最新的一次这个相当于 cyber action， 就是相当于在网上的行动。说呢他们袭击的目标啊，网络攻击的目标呢就是中国评论新闻，然后呢就是说让全世界看到习近平在两会所隐瞒的真相，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崩盘了，中国的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这场攻击呢，就是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文章都非常奇怪哈。这篇文章在网上挂了30分钟才撤下来，所以应该是被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一会儿会谈一下这个文章具体的内容，也做一点点的点评哈。也借此呢，想说一下，习近平其实对现在中共的官僚系统存在着巨大的不满。这个不满其实是他自己造成，就是既要又要造成的。咱们一会儿会说一下他最担心的是什么。那么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名副其实的假新闻了。这个假新闻的话，讲的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 NBC 的一篇报道。NBC 这个报道里面讲呢，就是川普说啊，如果他不能够当选的话，那么美国将血流成河。大家可以看到哈，川普 says there will be a bloodbath if he loses the election， 就是如果川普不能当选，美国将血流成河。这个标题非常具有误导性。这个 bloodbath 这个词呢，它的本意就是血洗啊，就是我们看到 blood 就是血 ，bath 就是洗澡啊，就是血洗的意思嘛。实际上 bloodbath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经济大灾难啊，就是 economic disaster 啊，就经济大灾难。川普实际上，如果你要把他讲的这个词放到上下文里边来理解呢，当时其实讲的是墨西哥生产的中国汽车，说这个因为中国的汽车在墨西哥生产完了之后，这就变成是墨西哥的这个产地的汽车了嘛。中共呢想用这样的方法绕过美国的关税，然后呢，川普说，如果这个中共的这个汽车呢从墨西哥往美国进口的话，他将征收100%的关税。当然，只有他当选总统的时候才有加关税的权利。如果他不能够当选总统的话，那么对于美国汽车工业，美国整个国家的汽车工业都将是一场灾难，经济上的灾难。他用的就是这个 bloodbath 啊，就是指的是中共的这个电动车呢，或者是中共的汽车将学习美国的汽车行业。NBC 的这个报道，它的这种误导性在于说，如果你只看表面的意思，没有上下文的话，感觉好像就是说川普如果失去选举，就是说在2024年选举中输掉的话，美国将会爆发内战，然后造成美国的血流成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左媒的这种就是 fake news 哈，这种误导性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呢，说一下现在这个网上这个网暴的情况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本人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这种就是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咱们还是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里边拿的呢，就是这个玄宝黑参的这个原参。我们知道这种传统的这个参呢，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买中药的时候都非常讲究这种地道的药材。也就是说，某一种商品，它在它特定的那个产地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质量是最好的。那跟其他别的同种的人参相比呢，这个高丽参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嘛，那么才被认为是最正宗的。尤其是6年根的这种高丽参啊，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因为人参呢长到第6年的时候，不论是外形还是重量都是最成熟，发展最均衡，养分是最完整的。我们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是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啊，这个原参的话指的就是说它并不是从黑参中提取出来的一种什么液体啊之类的，而是一根完整的人参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非常长啊，就跟我手掌相比的话，非常的长。这个人参的话是从它的这个头部啊到它的根须的话都是完整的，长了6年。我们这个普瑞堂的话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普瑞堂呢，它就是在韩国用本土生长的6年根的高丽参作为原料，然后呢经过9蒸9晒之后，用野生的蜂蜜古法秘制而成。从种植到成品，整个经历过程是2260天。这样古法酿制的这种玄宝黑参呢，它去除了高丽参中的这种杂质和燥火性，任何体质的人都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呢，它的有效成分人参皂苷的含量呢，比红参要高8倍。人体对人参皂苷的吸收率呢，也是红参的6倍和白参的16倍。它经过这种古法的酿制呢，这个9蒸9晒呢，每一次蒸晒的话，它的人参的色彩都会变深一点，到第9次的话，就会完全变成了黑参，把它那个燥火性呢就给去掉了。每一根原参的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哈，大概相当于我们以前推荐的这个玄宝黑参口服液的5到6袋的这个样子，非常的实惠。然后呢，这样一盒里边的话呢，大概是15根啊这样的黑参啊，这个非常的实惠，总重量的话呢是525克啊，相当于1斤多的这个人参，而且是秘制的啊。这个除了黑参之外呢，这个普瑞堂还有100%的纯素的植物鱼油啊，也是一款适合于自用或者是送人的健康的佳品。这个植物鱼油对于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劳、清血管、降三高和胆固醇呢，都非常的有帮助。那它这个现在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然后呢，可以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就 TL2023，显示在现在屏幕的左下角。输入我的这个优惠码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费的邮寄了。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汪道涵创立的这个香港中评社呀，刊登了一篇跟李强的人大报告完全不同的文章，但呢，仍然打着李强政府工作报告的名义，痛斥习近平在4个方面搞垮了中国的经济。第一个的话，他讲就是说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搞垮了国家的财政。这个文章里面说，过去1年全面展现中共官员不朽贪腐本领的1年，是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财政倒退的1年。然后呢，说这个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任务的自我挖坑的任务啊，然后呢，说这个中共官员以无以伦比的贪婪精神，高效完成了搞垮国家财政的伟大任务。它的这个具体表现就是银行系统危机四伏，数不清的银行呢突然关闭提款，数不清的公务人员遭遇了欠薪的命运，为国家经济倒退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里面就讲说，中国现在的这个财政的困难是跟官员的贪腐有关系。其实表面上看哈，就是说贪腐跟银行的这个财政的垮掉，跟这个银行没有办法提款呢，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系。银行收不上钱，就是财政收不上钱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不行了啊，企业不行了，所以呢，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就减少。那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但是呢，支出又不能够减少，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过去欠的这个地方债也好，包括这个中共的国债也好，都是需要还的嘛，所以一下子有很多的债要还，等于你收入减少了，然后要还的债没有变呢，甚至可能要还的债更多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够开源啊，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够节流啊，最后这个财政呢就崩溃了。当然，表面上看这个财政崩溃是这个原因，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就是会发现，还是中共的这种官员的贪腐啊，造成了现在财政的问题。因为这种财政的窟窿啊，不管是银行借债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别的这个企业这个没有信心等等，都是因为各级的官员呢确实是有巨大的这个贪腐啊。为什么你出现这么大的财政窟窿呢？就是因为
中共的官员他们想建很多的工程，建这个工程的话呢，这个钱又收不回来啊，所以就造成了银行的坏账。而中共官员之所以非常努力的去上各种各样大的工程，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层层转包的过程中，可以一层一层的扒皮，各级的官员的话都能够拿到很多的好处。所以呢，确实是可以说贪腐搞垮了财政啊，这一点倒也没有说错。他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外资加速在撤离，然后呢，失业浪潮在蔓延。他提到2个问题啊，一个是清零的这个政策的持续影响啊，这个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再一个就是反间谍法，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就中共通过这种反间谍法呢，成功的扰乱了全球的供应链，有效的击溃了外商的最后一丝信心啊，这是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一条呢说的比较中肯，其实现在如果想恢复中国人对这个经济的信心，或者恢复外资对于中国的信心，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是习近平必须得下台。因为整个现在中国的经济灾难就是习近平造成的，而且习近平要终身连任，那当然人家就觉得你只要在台上的话，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好的，你要重回文革嘛。所以呢，这个第二点的话，就讲这个外资的加速撤离和失业浪潮蔓延啊，这个也应该是习近平负责任啊，这也没有问题。第三个呢，说股市雪崩下跌，亡国征兆出现啊，说这个领导人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政策频繁变动，然后呢说 A 股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雪崩，市场信心全失，中共企图出手救市，但如同杯水车薪，无力回天。其实呢，这个股市暴跌啊，不会是国家将亡的征兆，因为在美国也发生过很多次的股灾，1929年的股灾啊，这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当时由于美国当时的这个通胀特别严重嘛，然后呢，美国政府加息，其实也是让经济陷入衰退。当然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衰退哈，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股市在暴跌，其实跌的也是挺厉害的。但是股市暴跌的话，并不意味着国家将亡哈。对于中共来说的话，我觉得反而是财政方面的暴跌会造成习近平的管制危机，因为当公务员都没有薪水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了。其实很多人支持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政策啊，或者是支持某一个领导人，大多数都是出于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过好日子。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不管是这个台湾的选举也好，包括美国的选举也好，哪一个政党能够让民众对经济更有信心，通常来说呢，那就是能够让这个政党当选的非常重要的推手。如果经济不行的话，这个政党肯定不行。2008年当时这个奥巴马上台啊，这个当时共和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John McCain输得特别惨，就是因为那一年爆发了金融海啸，又是在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发生金融海啸啊，所以就是大家当然就认为民主党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啊，于是就把奥巴马给选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这个错误啊，这个对美国造成这种灾难的话，将是会非常非常的持久。所以呢，这个财政的暴跌啊，就是当公务员都没有工资的时候，这个政府等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从他那得到好处的时候，就是连公务员也不支持这个政府的时候，这个政府就没人支持了，那么他也就必垮无疑。而且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提到说，中国股市的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缺乏专业知识哈，其实领导人并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啊。对于股市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信心的问题，是对中国的信心，而不是对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个管理层的信心，不是对中国的什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他们的这个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他们的这个管理层的信息问题，跟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那第4条呢，就是这个报告里面讲说，这个建商接连暴雷，这个房子到处都在烂尾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问题其实换了谁也解决不了的。任何一个现在的政党上台都解决不了中国房子烂尾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盖房子盖的太多了，远远超出了市场能够消化和人口能够需要的这种程度。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的现在的经济哈，等于是股市涨到了30年之前啊，30年之前就是日本不是有一个叫失去的30年嘛，就当时这个股市暴跌，然后呢这个房地产暴跌，然后日本从此经济一蹶不振。那日本呢现在终于等于是今年会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机，一个是它的股市的这个日经指数呢已经超过了当时暴跌之前的最高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日本开始要出现通胀了，就是日本要开始加息了。日本整个所有的企业的话，现在要大幅度的给他的员工加息。员工一加息的话，他等于挣钱挣得多，他要去花钱嘛，
就会推动这个物价的上涨，于是的话就会开始走上这种通胀的这个道路。日本为什么经过了30年能够经济复苏？其实日本没有走那种休克疗法，就是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价格呀，这个商品的价格一下子滑到底啊，这个房子的价格滑到底等等。然后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啊，经济出现这种 shock 啊，就休克一下之后的话再恢复。日本其实是非常在意这个国民的经济的稳定的情况，所以呢，就是日本想方设法的创造就业，大家挣的钱都不多，但是呢，几乎每个人都有工作。我到日本去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日本它那个在地上那个，比如说要施工要挖沟哈，这个挖完沟之后，像美国的话，他就弄一个那个圆锥嘛，就是这个放在那儿，然后表示这地方有工程，这车看了就绕路走就完了。日本不是啊，日本的话，他必须得有几个人啊，拿着小旗儿在那指挥你。其实没他们指挥也不会出问题啊，但是呢，就是你会觉得，就日本有很多地方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浪费人力的。但是我想这个呢，也是想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份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日本的经济的话，就经过30年，慢慢的话，把这个泡沫，它虽然是说感觉好像这个日本的就是感觉这个通胀率比较低哈，但它其实还是有啊，慢慢的话就把这个泡沫就给通过通胀的话就把这个泡沫给涨没了。咱们这么说啊，比如说这一个房子哈，咱们现在值30万美元，实际上可能只值15万，但是呢，你每年通胀个3%，每年通胀3%，你这样的话，你经过24年的话，这15万的话，它也就涨成30万了啊，就这钱不值钱了嘛，15万就变成30万，这个房价呢，你看着也就涨回来了，是这么个关系啊。就是说，慢慢通胀的话呢，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泡沫慢胀掉，当然你也可以一下子爆掉，这也是有可能。那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美国就走了那么一条路。那中国的房子的话，就是如果也想走日本这条路，就是所谓的失去30年哈，其实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现在的泡沫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中国的房价其实除以3、除以5都不多啊，就是这你就从这个中国人的收入和房价比，你跟这个欧美这些国家你比比看，就会知道，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房价除以3、除以5都不多的。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这么通胀，如果你温和通胀的话，你不知道得多少年才能够把这东西涨出来啊？你可能比如说30、60年才能把这个泡沫涨回来哈，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其实中国的房地产谁都没办法。如果你要是让我去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也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产权归你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因为现在中国这个房子其实产权是归这个国家的嘛，你只有70年的使用权。用真正的产权，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让一些烂尾楼，现在比如说可以很便宜的卖给一些过去买了烂尾楼但是没地方住的人呐、等等，就通过或者房屋置换什么之类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这个房地产的这种压力的话能够缓解，大概也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了。那现在的这个事儿哈，就给大家讲了，刚才说这个4条哈，就是对于这个习近平的指责，并且指出这是一亡国的征兆，当然不是李强自己的写的这个报告。尽管如此哈，虽然这个黑客承认说这是他们干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还是会恨李强。为啥恨李强呢？习近平可能在想，为啥用你的名字不用别人的名字呢？对吧？你是不是李强？你开不了记者会，然后呢，你心里边就有所不满，是吧？然后呢，你这个什么样的经济政策都做不了决定，什么都我来决定，然后你心里边有所不甘啊，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怀疑。所以这样的黑客文章的话，虽然是表面上有人承认了，感觉好像跟李强没有关系，但是其实还会给李强和习近平之间造成心里边的这个芥蒂。这个呢，就是叫做挑动领导斗领导啊，我觉得就是他真的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其实习近平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儿哈？3月15号的时候，中共的求是网发表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注明说这是2023年1月9号，就是14个月以前，习近平在20届中纪委2次全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该文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有那么几句话哈，说这个习近平呢，他说他想搞全面的从严治党的目的呢，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得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这就是他当时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只是为了定规矩，不是让你们就整天害怕啊，啥事都不敢干。然后呢，习近平要求干部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篇文章现在发出，肯定是因为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形势下，
习近平觉得这个当时讲话呢有这种现实意义啊，于是才把它这个现在就公开了。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出习近平对中共的官僚系统有着巨大的不满，那也就是整个官场的集体躺平，真的就变成了习近平所谓的这种管死啊，然后呢瞻前顾后啊，畏首畏尾啊，暮气沉沉啊，无所作为啊，一潭死水。基本上来说，习近平描述的就是现在中国官场的情况。整个官场已经集体躺平了。习近平的政策非常的矛盾，一方面他拼命的集权，什么事都要他来做决策；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地方官员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嘛。但我觉得这篇文章现在刊登出来，显示出2点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的话，就是中共的官僚系统已经瘫痪了。第一呢，大家不敢干啊，因为你不知道习近平今天治大国如烙烧饼嘛，对吧？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之间他的那个政策又反过来了。所以呢，习近平任何一个政策一下来，他们就开始观望啊，然后呢，假装在干，其实呢，没有认真的干。没有人愿意为当前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啊，没有人去负责任，没有人去主动的做事儿。再加上现在发不出工资来，对吧？干活有风险，又不给钱，为啥给你干呀？对吧？所以这是整个中国的官僚系统现在已经躺平啊，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等于是什么呢？就是光有一个脑袋在想，已经没有四肢了，他想指挥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根本就不听他指挥，等于是全身瘫痪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都不是这个半身不遂啊，这是全身瘫痪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人给他做事儿啊，这是我觉得习近平很恼火的一个。再一个的话呢，你会看到习近平啊，他从上台之后一直只做一件事儿，就是集权、集权、集权啊，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把最高的决策权抓到手里。抓到手里边的话，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大脑里面那个 CPU 啊，已经烧掉了，东西太多了啊，就是已经处在一种宕机的状态。习近平基本上来说，太多事儿需要他做决定，他根本就来不及做决定。那么当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习近平还会打台湾，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习近平在做的事情是集权的，把所有的权力都收到他这儿来。他打仗的话，他得把这个权力放出去，让这个指挥官在前线根据情况具体来指挥。这就是他自己这种集权的倾向和他必须得放权去搞经济，或者比如说放权搞军事、放权搞外交，这个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习近平变成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用没有那个，有的时候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啊，或者手机用了几年之后就变得特别慢，就死机了啊！就你好像是死机了，你提交一个任务之后的话，这个机器半天不给你完成，好像没反应一样。习近平现在基本上来说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习近平处在一个大脑已经死机的状态。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再往下观察，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他集中的权力越多的时候的话，他就这个等于 CPU 的那个 task 就是那个任务的话又越多，他就处理不过来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大家可以接着往下看。最后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川普昨天的一个演讲。川普昨天在 Ohio 有一个演讲他就特别提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个在墨西哥呀，就中共建了很多的工厂包括在这个墨西哥生产轮胎。川普原话大概讲的这个意思他说这个习近平呢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在看我的演讲，但是习近平你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易。他说这个你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你想卖到美国，如果我当了总统的话，我会给你加100%的关税，然后呢你的汽车就卖不出去了。这个等于是隔空向习近平喊话要加税。然后呢，他后面就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不能当选的话，那美国的汽车行业就惨了就 bloodbath 了，就出现这个经济上的灾难了。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讲这个川普讲的这个话的时候的话，都是断章取义只说川普如果不能当选，美国将陷入这个浴血苦战当中就感觉好像是美国要爆发内战了就川普必须得赢才行。川普呢在威胁选民是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叙事，完全跟他本人的原话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觉得川普讲的话有没有啥毛病呢？我也不喜欢川普整天讲我跟习近平是朋友这个你知道我们之间的交易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这样去断章取义他的话，甚至是有意的误导别人这个就做的太 low 了嘛。
连那个彭斯都看不下去了。彭斯其实他前2天在接受我忘了福克斯还是哪儿的采访呢，他都讲了，他说我不会 endorse Trump， 就是他说我不会这个投川普的票。当然他没有说他投谁的票，但是他不投川普的票，川普已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了，就没有什么疑义了已经。彭斯说我也不会投他的票，即使是这样，彭斯都出来说这个左媒对于川普的攻击实在是太过分了，就断章取义嘛。其实在网上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就是你在和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当你在表达某一个意思的时候，因为你总会打一些比方啊，举一些例子啊什么之类的，你举这个例子呢是为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非得去讲你这个例子的其他别的引申出来的那个跟你讲的完全无关的那些含义啊，完了之后再挑你这个例子怎么的不恰当。非常奇怪啊，就现在在网上现在就变成很多很多的人好像是每天都在那儿诚心就是为了怼你嘛，就是给你找茬嘛，就是杠精的那种感觉。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说我们在网上有的时候在跟别人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贴一些帖子哈，其实也不完全是给就是在回复某一个人，比如说这某一个人的帖子下边我回复了一下，也并不完全就是给被回复的那个人看的。其实呢，在大家知道这个辩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两方在讨论问题，并不是我为了说服你或者你为了说服我，而是把我们各自观点呈现出来给第三方看，让第三方呢能够从我们的辩论中了解我们的立场，同时呢了解我们的论证的过程啊，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严谨呢？他也在看你辩论的风度，他也看你这个人的人品呢，在辩论中表现出来的人品。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样的沟通好像是无效哈，就是你跟某一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也没有改变他，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很多人其实他在攻击你的时候的话，他是不讲逻辑的，比如他骂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要是回复的话，他说你看他是不能被骂的啊，他就是觉得自己绝对正确啊，他跟共产党一样啊，不能被批评，就是这是你回复他哈。如果你要不回复他的话，他说你看这个人肯定心里有鬼啊，他就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他就闷着不说话。就是你不管做什么的话，其实都会有人这么去给你，就是给你贴标签啊，或者是说这个对你的这个 intention 啊，他对你他主要是恶意猜测你的动机，完全是他自己的恶意猜测，然后呢就把它说成这就是你的动机啊，你就是这么回事儿，完了之后啪给你贴一个标签。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就不用理啊。我觉得我们在网上有的时候，大家知道网上这个网暴很多，我知道，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在看这个油管的节目，或者包括您自己，如果比如说是做网红的，或者在推特上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包括者朋友圈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这种时候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是得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该说自己的话就说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就不用管其他别人怎么讲啊。我是看着川普这个我就有感而发吧，这么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另外呢，最后我想感谢台湾花莲的张先生和加州的王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下面的时间的话，咱们就进入到会员互动的环节了哈。那么咱们按照这个惯例哈，就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或者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旁边贴出来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互动的环节。第一位朋友讲说，天天老师好，近日看了你发的文章《慈悲与惩罚》中提到犯罪要承担后果的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曾做错但后果反而好的案例，比如中国古代的名臣管仲、魏征都曾在其君主的对手当过幕僚，最后都受到重用。二战时期曾帮助纳粹卖命的科学家在美国进行回纹针行动，将他们安排到美国担任要职，并逃过战后罪责追诉。相对的，曾经帮中共卖命的人应该可以两边下注，同时拿中共与民主阵营的好处。即使中共倒台灭亡，也可能逃过后续的追诉。这点想请教您的见解。这其实是我昨天发的一篇文章。我找一下哈，这是我昨天发的一篇，应该是我昨天发的一篇文章哈，就是讲的一个故事。我把它拿过来哈，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篇文章的话呢，其实是我讲了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说，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故事呢是讲释迦牟尼啊，在菩提树之下开悟成佛以后，
他呢就成佛了嘛，所以他在那一刻的话，他的思维打开了之后，他能够知道，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生了死，死了生，就是说他可以看到所有的众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到佛达到无漏的境界的话，他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跟他有关的过去的一切事情，当然不光是跟他有关的啊，当然他也知道跟他有关的一切事情的因果。然后呢，他就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缘的话，他就需要去了嘛。然后他在这个开悟之后呢，他就站起身来，他在菩提树下坐了49天，然后开悟嘛。然后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鹿野园啊，这个鹿野园现在还是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地方。这个鹿野园呢，过去一直是这个修道的人清修的地方。但是等释迦牟尼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剩下5个僧人啊，还在那儿苦修。在释迦牟尼那个时代，有很多是拜火的啊，就是拜那个就相信火神的那种。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僧人的话，他的那种修行方式就是苦行啊，就是让自己吃很多很多的苦。当时在这个鹿野园呢，有5个僧人就是这样的苦行僧人。释迦牟尼就去了之后呢，那5个僧人一看到释迦牟尼，不由自主就站起来啊，可能是因为释迦牟尼的那种光焰、那种威德哈，他的那种带的那个场。那释迦牟尼呢就给他们讲法啊，释迦牟尼就说这个，如果你要是身在苦中呢，心则恼乱，就是如果你总是吃苦的话，你心里面就很难过，这个心里面一直难过的话，就很难入境嘛。然后呢，如果身在乐者，情则贪着，就是如果你是整天高兴啊、爽啊什么之类的话，你那种很嗨的那种状态的话，也是让你不能够入境的。所以释迦牟尼跟他们讲说，你要行于中道啊，既不要太苦，也不要太这个放纵。反正总而言之，就给这些僧人讲法嘛，就跟他们讲，就是他们当时是处在那种苦行的状态，给他们讲了一段法之后呢，就这些人就皈依他了啊，就变成了他的弟子。那其中呢，有一个叫做焦陈如的啊，这个人后来就成为释迦牟尼度的弟子中，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度的第一个啊，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弟子啊，就是这个人。但这个人其实呢，和释迦牟尼之间并不是善缘。在《金刚经》里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当时在这个就《金刚经》里边讲了一句话，说：“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什么意思哈？他说，过去世呢有一个国王叫做歌利王啊，曾经把释迦牟尼的身体就像凌迟一样，就一点一点就把它就这砍成就像大家知道凌迟哈，就割你一块肉啊，什么砍你一个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像凌迟一样。当时的歌利王实际上是把释迦牟尼凌迟过一次，当然很惨。那个上下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释迦牟尼过去世也是一个修行的人，他呢就是当时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那个名号叫忍辱仙人，他所修行的那个国家的国王叫做歌利王。然后呢，这个歌利王的性情就残忍暴虐。有一次呢，这个歌利王带着后宫的女眷啊，他的宫女啊、什么嫔妃啊什么之类的出去玩，路过一棵大树。当时呢，这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了啊，正在那个大树底下修行。宫女们就发现了这地方坐着一个僧人嘛，啊，就围过去啊，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忍辱仙人就开始给这些宫女们讲法啊，就讲他自己的修炼呐，什么什么之类的。当时这个歌利王呢就非常的恼火啊，妒忌嘛，怎么我的这些嫔妃都去听一个和尚呢？他就很妒忌。歌利王呢就走过来问这个忍辱仙人，说你是阿罗汉吗？那仙人回答说还不是。歌利王说，如果你不是阿罗汉的话，怎么能够跟我的宫女这样讲话呢？这个仙人就回答说，阿罗汉就是已经神了，那你都不是神的话，怎么能跟我宫女这样讲话呢？然后这个仙人就回答说，他说我心中没有色欲之念，跟你的宫女讲话有什么关系？歌利王就觉得自己被伤了面子嘛，就非常的生气，说要试一试仙人的修行。他就把这个忍辱仙人的鼻子啊、耳朵啊什么之类的，就一样一样的割下来，那很痛嘛，很惨嘛，就像凌迟一样。但是呢，这个忍辱仙人就没有任何的怨恨，他跟歌利王说：“他说你为了女色用刀截断我的肢体，而我的忍耐如大地一般。以后呢，等我成佛之后，你有刀我也有刀啊，但是我的刀呢是慧刀啊，智慧的慧啊，就像那慧剑啊，慧剑斩情丝的那种慧剑。他说我会用智慧之刀呢，斩断你的贪嗔痴三毒啊，就贪欲、嗔怒、愚痴啊这种三毒。
实际上也就是说，等我成佛之后呢，我会断你的三毒之后的话，就等于是要把你渡了嘛。所以其实呢，这个歌利王呢和释迦牟尼那个前世呢，他真的是恶缘。但是后来等到释迦牟尼成佛之后的话，他出于慈悲哈，他没有以恶报恶，而是以德报怨，就用他的善就解了这个恶缘啊，就把这个歌利王呢就真的给度化了，变成了释迦牟尼度的第一个弟子啊，成罗汉果位的弟子。我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哈，我就说其实呢，这个佛陀呀，他是很慈悲的啊，就是修佛的人是很慈悲的，但是呢，这种慈悲又并不是无度的。在当时释迦牟尼没有成佛之前呢，他等于是一个在修行过程中的这么一个生命。那因为在修行过程中的话，等于是你还有这个我们叫做佛家叫做业力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就以前欠的债需要还呐，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心需要去啊，这时候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磨难。那么歌利王当时做的这个事儿的话呢，就算是释迦佛那一世修行中的一个关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个修行的要走过的路。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他就最后用这个佛法修炼，等于是来解脱了这个歌利王啊，就解决了善解了他们以前的恶缘。但是啊，释迦牟尼成佛之后，他已经是一个神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对释迦牟尼佛去做这样的事儿的话，这种事情呢，在佛教中它叫做十恶不赦。十恶不赦这个概念哈，在咱们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中，感觉好像是什么造反呐、这个谋反呐、什么谋大逆啊、这个不孝啊，这个是就10种最大的罪恶哈，是法律上规定的，就是10种大恶。但是其实真正这个十恶不赦，它是一个佛教词汇，就指的是某一些罪恶，如果你一旦犯了之后的话，你是要进地狱里边去的。那其中呢，有一条罪恶叫刺佛身血啊，出佛身血，就是你伤害了佛的话，那你最后这个人就要下地狱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给大家讲了这么2个故事哈。第一个事情就是说，释迦佛在当时修行的时候，他能够抱着一种以德报怨的这样的心态，是非常慈悲的啊。你对我不好，但是呢，我还是善报于你。但是成佛之后，如果你再这样对他的话，那就是巨大的罪恶啊，那可能就会不是可能会，那肯定会下地狱了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否则的话，无间地狱是为谁而设呢？是吧？所以这就是讲这个佛家呢，它虽然有慈悲，但是它这种慈悲呢，也不是无度的慈悲。当你犯罪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话，你是要承担结果的。然后下面后来我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啊，其实这个大家知道，我经常在这个像周末这样问答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就过去的故事哈，这都是讲文化了，这不是讲修炼，咱们就是讲文化啊。就是说一说，就是对过去一些法门修行的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当然也不见得都对哈，就只是借着这些故事来讲一个道理。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基督教里边，就是犹大在出卖耶稣之后，耶稣当时不是有一个最后的晚餐吗？就耶稣跟12门徒一起吃饭，然后呢，耶稣当时就有一个预言，他知道他自己被犹大出卖了，耶稣就说：人子必要去世，指的是他自己哈，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经中是已经有预言的，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嘛。但是他说这个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就是说出卖我的人，虽然是圣经中已经预言了这个耶稣会上十字架，但是出卖耶稣还是一个天大的罪过。所以这个耶稣就说出卖我的那个人他麻烦大了，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就是你还不如从来都没有生在这个世上，也就是说你的未来的话肯定比人还糟糕，那就比人还低嘛，就很惨嘛，就要下地狱了。后来等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当时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的时候，路加福音上讲啊，就是有很多百姓跟随耶稣啊，其中有很多妇女，他们就拉着耶稣为他嚎啕痛哭。然后耶稣呢就转过身来对这些痛哭的这些女人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就是耶稣上的十字架，他解脱了，他其实最后就很快就复活之后，他就回到天国上去了嘛。他说：但是你们应该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哭，因为当时是犹太人，他们一定要杀死耶稣。包括当时的这个审案子的比拉多，他说我找不到这个人必须要死的这个原因理由啊，我就不想杀这个人。但是犹太人都说一定要杀死他，他们宁可放了一个杀人犯，
他也要把耶稣杀死，说放了那个杀人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这么要求。所以后来审案的那比拉多就洗了洗手嘛，他说这个杀这个义人罪不在我，这个罪由你们来承担嘛，是你们要杀的。当时那些犹太人就呼喊说，把他的罪，把他的血还是把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作为人呐，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罪业。那后来犹太人就，大家可以看到犹太人知道，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后来1000多年的大流散呐，被人侮辱嘲笑啊，很多犹太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反正我看到这些情况历史的时候的话，我会想起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的话，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哭。还有他对犹大的那个预言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换句话说，就是耶稣虽然也很慈悲，但是呢，你做了这样的大罪啊，犯了这样的这个大罪，做了这样大的错事的话，也是必须要承担后果的。否则的话，那地狱又是为谁而设的呢？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所以就是说慈悲和惩罚，它既有佛法慈悲的那一面，但是佛法也有它的威严。你真的就是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的话，那真的就像法律一样，你触犯到这个法律的话，那就是这样的后果。这种惩罚的话呢，虽然是犯罪的人在承担自己的这种罪业，但是呢，对于旁观者来说，未必就不是一种慈悲。就像是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干了这个事儿之后啊，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你就会知道自己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当你不干这个事情的话，你等于是避免了这样的结果。所以他这种惩罚的话，一方面的话，让那个人去偿还他的罪业，或者说让他去承担他做的这个犯罪行为的后果；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起到警示别人不要犯罪的作用。所以这就像死刑一样，其实我是主张这个社会中保留死刑的。保留死刑的话，可以极大的降低犯罪率。这统计学上就是也非常清楚，就是保留死刑的地方，犯罪率会很低，尤其是那种恶性犯罪的这种犯罪率会很低。就是因为当你有这个死刑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警示其他别的人啊，不要去铤而走险啊，不要去干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在这个推特上面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当然是借着这个故事的话，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攻击我们嘛，就说我们在跟中共勾兑啊，说我们什么对习近平又抱有什么希望啊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好像我们犯糊涂。其实不是，我讲了2个东西哈，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惩罚。这是佛法的慈悲，它有慈悲的一面，也有惩罚的，也有它的威严的那一面。那实际上就是当法轮功最开始被迫害的时候呢，是江泽民开始迫害的嘛。在我自己经历的这个事情，我回过头来想哈，其实法轮功这方面是给过江泽民机会的，一直都在给他讲真相，就是给他讲我们是这样的，不要迫害，这样的不要迫害。但是江泽民还是坚持迫害，一直到2000年，江泽民到美国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9月份吧，接受那个 CBS 那个华莱士的采访之后呢，才真正的把江泽民的罪行就揭露出来。就他做了那个事儿之后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啊！就之前其实一直给他机会，不是怕你。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人在网上攻击我们啊，比如说是有的是做自媒体的，有的是这个是他是属于某一个什么团体的之类的，或者他在社会上有什么影响力。真的，我们法轮功学员，中共是以倾国之力啊，当时24小时所有的国家电视台都在骂法轮功。都在妖魔化法轮功，然后西方的媒体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法轮功怎么回事，他们都在转载。就那种情况我们都不怕，我们怎么可能会怕现在说1-2个做自媒体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什么社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偏见或之类的，就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怕这些东西。我们真正其实一再在讲这些真相，包括像江泽民这样的这个就是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一开始都是给他机会的，就是给他讲真相啊，希望你不要再攻击啊，希望你不要再妖魔化呀，悬崖勒马呀。后来包括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大家可能都知道，都给过机会。然后呢，习近平也是一样，不是怕你，就是希望你能够，第一，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二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解体中共的话，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在向这些中共的领导人喊话的时候，从来都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且都是发这个9评共产党，然后希望他们能够解体共产党，因为他们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如果解体共产党的话，那就是中国走向自由的一个代价最小的途径嘛。
就像是台湾的蒋经国先生，他一下子解严了，1987年1月1号就突然之间解严，那不是一个中国走向自由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吗？都是对他们喊话，善意的，看他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也不是无度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佛法它有慈悲的那一面，它有威严的那一面。喊话其实是一种慈悲的表现，但是如果你不听不接受的话，过了这个时间，一旦机会错过的话，佛法也有它的威严。我实际上是讲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您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哈，我只是在讲，大家不要用那种世俗的那种什么利益的小算计去思考法轮功的问题，然后说法轮功是在想办法跟共产党勾兑啊，这法轮功在等着被共产党招安呐，法轮功对什么习近平有糊涂认识，根本就不是，这一切都是慈悲与威严之间，实际上是在选，一开始要给你机会嘛，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你是有机会能够做一个大好事儿，把这个事情给挽回来的。那再一个就是，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的话，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事情不理解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个佛家的这种修炼的人，或者是觉者的慈悲，他也不懂得真正做了这样的事情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我就在这篇文章中的话，我举那两个例子啊，就是释迦佛他能够以善这个解恶缘，然后呢，他能够以德报怨去解决他和歌利王之前的那个恩怨。但是呢，我也举了像耶稣这样，就是他说犹大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什么之类的，我也举了这个例子哈，实际上就是为了想说明慈悲和威严其实是同在的。所以就大家就对，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在网上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一个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懂得修炼，他也不懂得一个虽然身在世间，但是心在方外，心在红尘之外，就不在意世间的利益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所以他总是用自己的那个利益的算计啊，他就会去说你是这样想，你是那样想，其实都是一种猜测啊。所以但是这种猜测在网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像是一种势力啊，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通过我自己的这种对于修炼和修炼文化的这种理解吧，来讲一讲，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哈。那这位朋友呢，咱们回到这位朋友，我是借着这个问题来说了一下哈，就是这两天遇到的事情。那这位朋友就提到说历史上有不少人曾经做错，但是后果反而很好，还有的人做了坏事的话，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和不好，只是世间的表现而已。大家知道那个秦桧啊，杀了这个岳飞是吧？但是秦桧他的儿子秦熙，我忘了是进士及第还是怎么样，然后最后这个秦桧不是也死在床上吗？对吧？感觉好像他做了这么大的坏事，好像还善终了，不是这样的。人只能看到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你不知道他死了之后的话，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所以过去人家说是这个也是一种宣传了，说什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不是，其实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可以说是暗室窥心，神目如电。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好事和坏事，其实都给你记着账的，神都在跟那儿记着呢，每一件事情都给你记着呢，做的好做的坏都得承担后果。你做的这个好的事情的话，你要承担后果，就是说你会有福报；做的坏的事情的话呢，会有恶报。它是不是互相之间 cancel 的哈？说我做了10件好事，我可以抵一件坏事，不是这样的。你做10件好事，10件好事的福报；你做1件坏事的话，是1件坏事的福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今天咱们就聊聊天，讲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杀羊的，他是这个屠户啊，他杀羊。这个他杀羊，杀了这个羊，那一生得杀多少生啊，是吧？杀生嘛。这杀生之后，后来他死了之后就去了天堂了。完了之后，他后来再转生回来之后的话，又做屠户，又杀羊。杀完羊之后的话，又上天堂。有人能够看到吗？就跟他说你去做屠户杀羊，完了之后你就去上天堂。他就觉得杀羊是件好事，能够让他上天堂。其实根本就不是，是那个人呢，他的这个功能，他有一定的他的层次嘛，他那个层次只能看到这个人过去的6生，
是杀羊的，每次杀完羊都上了天堂，所以他就觉得这人是杀羊上天堂，杀羊上天堂，所以杀羊是没有问题的，就告诉他可以杀羊。但是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施舍给一个辟支佛一碗饭啊，一个辟支佛一碗饭，他是因为那个功德上天堂，上天堂，上天堂，他是想的是那个福报，但是杀羊的业报呢，他就攒着，他一直没还。那等到杀6生羊之后的话，他最后还要还，还是要下地狱的嘛。就是一码是一码，他做好事的话有福报，然后做坏事的话他是有恶报。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什么，就是说那个人他的修炼境界有限的时候的话，他就只能看到他前那么几生的时候的话，他以为是这人杀羊去天堂，但是根本就不是。做坏事一定是有恶报的啊，一定是有恶报的，只不过是说有可能时候没有到而已。所以这就是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我写的那个文章里边说，有的人好像暂时也没啥事儿，是有的人可能暂时是没什么事儿，那是可能那就是中国人讲的那个话嘛，就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呢，最好的这个一个人为什么就怎么对一个人是最好的呀？就是过去这个儒家讲叫君子爱人以德呀。你对一个人好的话，对他最好就是让他做一个好人，他不做坏事，他少造业，然后的话他就未来有福报嘛，对吧？或者是人间的富贵啊，或者真的就上了天堂了什么之类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对一个人坏的话呢，你就是放纵他嘛，就是让他去干坏事，最后那个人下地狱。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左派这个民主党啊，他这个什么大麻的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呀，什么放纵人的这种欲望啊，什么这个他们实际上是在把人往地狱里边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去给他们讲一些正的道理，走正路是很难的，走正路是很苦的。所以你真的给他讲一些正的道理的话，才是真正对一个人好，这就是叫君子爱人以德嘛。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有的人对你好，他讲的话你不爱听，但是这种话其实他真的是出自于善心啊，在劝你，他可能让你会远离那些让你感觉特别爽的事儿，那些事儿的话，它可能是坏事情嘛，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咱们都不要觉得说啊，我们做了这个坏事没事啊，其实是因为报应还没有到啊，是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嘛。OK， 下面一位朋友再回答几个问题哈。张教授好，波兰、匈牙利、印尼以及其他一些去共产化非常彻底的国家，依旧仍然还是穷国，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是民族劣根性的问题吗？都有一些保守派政党为什么亲俄罗斯？这些共党在去共化、反对 LGBT、气候变化、穆斯林等政策非常好，既然反共就应该亲美、反俄、反中共。其实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共产党，其实中国共产党它也反 LGBT， 对吧？然后这个中国那边的话，对于穆斯林镇压也是很厉害。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太僵化，就是你认为，比如说啊，这个我就讨厌这个 LGBT， 所有反 LGBT 的都是好人啊，所以普京也是好人，习近平也是好人啊，而且普京又跟习近平紧紧的抱在一块儿嘛，所以你觉得这都是好人，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个保守派，美国真正的保守派，他们反 LGBT 的话，是因为这是神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事情把人导向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种列宁式的政党哈，他也反 LGBT， 他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是因为他是要增强对社会的这种控制。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共产党，他们这个非常的这个在这个特别是早期创党的时候啊，就是非常提倡这种禁欲。你像那个在柬埔寨，当时不是有一个红色高棉吗？夫妻之间呢，就是完全都是分开的，没有家庭的，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可以见一次面，过一次夫妻生活，就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被这个党要牢牢的控制的。他的这种控制的话，就是让这个你什么都别想啊，就是把你训练的像机器一样啊，就是让你为共产主义献身。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反 LGBT 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类历史中啊，有很多的这种人出于情绪化的判断
觉得某某某是我的敌人啊，所以这个只要是别人反对我的敌人，那个人就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和他结盟。有的时候你可能拉了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呢，就像二战的时候，当时这个丘吉尔他当时不讲了一句话吗？说如果希特勒攻入地狱的话，我到地狱中我也会为魔鬼帮腔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我就是跟希特勒死磕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拉住了斯大林嘛。但是其实斯大林比希特勒坏多了，斯大林比希特勒坏的太多了。在纳粹时期的那个也是党国体制，然后呢，他也是这个集权，但是远远不像苏联的共产党或者中共这么邪恶，对社会的控制这么无孔不入。所以等于是当时丘吉尔拉了一个比希特勒还糟糕的斯大林去反希特勒。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哈，比如说我们对美国的白左我们不喜欢，但是你不能拉着中共去反美国的白左。这也是我经常讲，为什么川普整天讲，他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我跟普京关系很好，没有必要。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多好啊，对吧？神不喜欢这样，所以我站在神的那一面，反 LGBT 或者我反什么什么东西。你为什么非得站在习近平的那一面去反这些东西，反拜登呢？对吧？你没有必要嘛，我觉得。这就是有的时候我讲这些话，我知道就有很多人特别的不爽啊，说你不懂川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可能确实是不懂川普，或者是觉得川普在放大招啊，川普在下大棋啊什么之类的，你没看懂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话，那你不是应该让你的选民没有任何误解的能够理解你到底要说什么吗？对吧？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让别人容易引起误会的这种话呢？就没有必要啊，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啊。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那就问题更严重，对吧？那如果你不是这么想，只是这么说一说而已的话，那你又何必说这种话呢？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他们也是在去共化或者什么反 LGBT，但是你像那个匈牙利的奥尔班，他就是跟普京在一块儿嘛，他就是那种前共产党国家的那样的那种思路嘛。其实真正去那个共产党去共化去的很好的国家，其实是捷克，就是在天鹅绒革命之后，当时那个捷克的总统哈维尔嘛，他就是我觉得整个捷克他就现在也很富裕啊，然后呢，当然他比德国是比不了，比奥地利可能是比不了，但是捷克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好的国家了。那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历史都很悠久，然后这个当时反这个极权主义的是捷克的一批的思想家，就包括像哈维尔这样的人，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真正站在一个正的文化的角度上去反这个共产党。大家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王朔嘛，对吧？他也是就是玩世不恭，共产党也特别不喜欢他，但是他的那种态度就很像这个现在美国的这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叫解构主义嘛，就是嘲弄一切权威。当然，他嘲弄一切权威的话，他也会嘲弄像这个中共这样的权威，所以中共也不喜欢他。但是呢，他实际上是解构，就是解构权威，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把人导向一个，在我看来就是神那面，就是对人的这种道德的要求。我只是讲这样一个现象哈，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说反对美国左派的就一定都是好人。再一个呢，其实有很多国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的那个人的生活状态，那个人的人物心理，跟你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我在这个就是很多国家，包括南美的，就是南亚的一些国家呀，包括这个就是南欧的一些国家，你像这个什么意大利呀、什么西班牙这种地方，那些人他们的生活很自在。他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钱，但他真的很快乐。你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咱中国人感觉好像是我没有钱的话，我怎么可能快乐？哎，在他们看来的话，他们一天到晚就心智很单纯，没有钱他们也一样过得非常的高兴，那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你让他们干点活吧，你说哎呀，我多给你点钱，能不能快点把这事情做完？哎不，他的生活状态就是那样啊，反正是我一天干这么多小时，我必须得玩多少小时啊，我必须得跟家人在一块多少小时，我度假什么之类的，这是绝对不能耽误的啊。我挣不了钱没关系，对吧？但是我现在就先爽一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说，他是那种人的那种生活状态。
他也不跟别人比啊，就是啊，你这个能够有私人飞机啊，你这个什么拥有自己的什么庄园呐、什么之类的，他对这个东西他也不看重啊，他只要他自己觉得心里边很安乐，他们就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经济发展呢，中国人可能感觉好像经常以穷和富来觉得一个国家成功还是不成功，其实人内心的安宁，人内心的那种快乐的话，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他这个很有钱啊，但是他会千金散尽啊，就像这个伏波将军马援呢，那个光武帝那个手下的那个大将马援，他就是特别有钱，完之后他说要钱干啥呀？就是我就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啊，他就把钱全给大家分了啊。你像那个当时跟那个吴越争霸的时候，那个越王勾践手下不是有叫范蠡的人嘛？他也是啊，这个到一地方做生意啊，赚了好多钱，要这钱干啥？把这钱全分了啊，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把钱看得那么重，他是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大家可能在中国很多人这个都就追求这个钱已经习惯了，就理解不了。他们真正追求的是那种心灵的安宁啊，心灵的这种幸福。好吧，今天咱俩聊了1个钟头了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讲了2个问题。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吧。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啊，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purespring.tv。